怡保柚子的品质可以说是世界级的，因为都是四周环绕都是四合院的山嘛。怡保它这边比较肥啊，比较短啊，你慢1秒跟快1秒哦，上来的芽菜都不一样口感。河粉最緊要夠滑，好似佢最緊要薄，做得薄，好好味，好好食㗎，啊！你今日要位咁多啊？好似講啊，我做鞋都好緊要嘅，又係好辛苦㗎。悠悠山城，在水一方。苍劲的千峰万壑，勾勒出怡保独特的山城风貌。石灰岩地质为怡保的水增添灵气，滋味特别清冽甘美。到访怡保的人，心心念念的总不免是这方山水滋养而生的时鲜美食。我叫陈瑞光哈，今年56岁。我们从小就是在果园长大，柚子其实就是我们的生命的一部分。这座柚子园开发到今天有80年了，陈瑞光是第2代的经营者。在怡保打门地区，目前大约有500个农户种植柚子，当中不少是客家人。这个是一个机缘，因为在锡矿这一方面呢，都是很多客家人在做劳力的，所以当锡矿没落之后呢，这些矿工就转型去做这个种柚子，而客家人他们本身就是一个很刻苦耐劳的一个习惯哈，所以种起柚子来他们特别上心的。我妈妈是客家人，所以我客家话可以骂人。怡保为什么这么适合种柚子？而种的那个柚子的品质可以说是世界级的，因为都是四周环绕都是四合院的山嘛。我们的土壤里面有很丰富的各方面的这种矿物质，就比如说很高的铁质和很高的钙质，而我们的地底也是很多四合岩的。所以它会带动在水里面有很丰富的这个 calcium carbonate， 所以浇起那个水，那个树会特别的好的，它也是一种肥料来的。柚子树枝头开出花朵到可以采收，需要6个月的时间。一棵树每个产季能结出300-500个果实。那个果呢，当它长大之后呢，大概是3个月，我们就会把它包扎起来，因为这样的情况之下，可以保护它，不会给那个果蝇叮咬啊。因为如果果蝇叮咬之后呢，那个果就会烂掉。
这柚子园其实我是乘凉的，都是我的父辈他们种下来的。果树呢，大致上的年龄都超过50年的老樹啦。呢棵大棵，呢棵嗰棵大棵嘛。哦，桉樹啊，呢棵細棵都冇啦。嗰棵冇，嗰棵細棵冇咁多，呢棵多。呢棵都有，啊，嗰棵。 76岁的林水娇是瑞光的干妈，和他的父母在同一个村子长大。他是第1代的园主。这个就要心机咯，有一个爱心咯。如果你没有爱心，你都不去管理，它肯定不漂亮的。我们修枝的时候，心里是爱它的，树有感觉的，给自己快乐，也给树快乐。 你講，我嚟落，我嚟落。水娇与瑞光虽然没有血缘关系，感情却好比家人一样。我跟儿子啦，他一家人都孩子，他们都很顾我们的，因为我们看着他长大的。我有病啊，我丈夫有病啊，都是他来照顾。 带我去医院呐，因为我有一个女儿是残障的，现在40岁了，都还要再照顾她。那么，既然这样好的朋友，他能够跟我接手发展下去，3年前已经交给他们了，他们一家人去做了。 瑞光的长子严宽今年才刚从大学毕业，就回到从小成长的柚子园，成为父亲的得力助手。我是在这个暨大双溪大年读这个物理治疗系的。虽然说读物理治疗对这病人也是一个蛮有成就感的生活，但是有时候觉得还是对这大自然这种环境。 心情会比较愉快，所以我选择回来帮忙家里的那个果园啦。有一个水果山，看到吗？水果其实早在20年前，这里已发展观光果园，让游客亲身接触大自然。 有时候呢，我们就是有来自不同国家的这个游客啦，我们尽量都可以用华语、用英语，都可以分享关于柚子的故事。We are from Singapore. We come to visit Ipoh, where a friend has a farm, so we're going to help them in the farm. 新加坡游客蛮多的。其实我们不当新加坡的游客是游客，我们当他是我们的亲戚朋友。当他们赞赏说：“哎，你果园的柚子特别保水，特别甜，你们选柚子的方法很专业。”当我们听到这样的时候，就哇很开心。大部分来果园的游客，他第一个反应是什么？哦，原来柚子树是这么大棵、这么美、这么漂亮的啊！他们可能一世人没有见过哈。当听了这些游客说你们打门柚子的那个闻名世界呢，一个就是压力来了，第二呢就是感觉很安慰，我们的努力有人赞赏。山与水是怡保得天独厚的恩赐。石灰岩地质与丰沛的地下水，让培植出的芽菜成为怡保的代表性美食。
有人说，怡保的芽菜特别多汁，清甜、爽脆，自带独有的灵气。它走入怡保的千家万户，也让各地老饕趋之若鹜，涌向怡保大口品尝芽菜以及配搭的各样美食。我们来这里做的时候，本地客比较多，就是慢慢他们会帮忙宣传，才会到现在这么多，越来越多顾客。新加坡的，因为我们通常一听他的口音来吃，我们就新加坡人啊，是新加坡人。其实很多新加坡顾客都叫我们去开，你来开啦，我们不用每次下来怡保吃啦，这样。这家芽菜鸡饭的夫妻档，先生来自马六甲，太太是怡保人，两口子20年前在狮城牵起了情缘。那时候是在同一间公司卖鞋咯，然后我就在楼下工作，他就刚好公司派到的宿舍是在楼上，那时候是在 Clementi， 这样子就认识咯。如果没有记错的话，是19岁，全部都年轻啊，这样漂亮哦。认识过后就一段时间了。就回去马六甲，也有生意失败，就生意失败就开始生活就遇到困难哦，然后你要面临我的孩子要出世嘛，就是在那一刻的缘分，就是认识到那一个人，他就教我们这个鸡饭，真的是很好了，遇不到第二个这样的人了。一下子刚好想到他，哎呦！第一家，错哩。马六甲，我那时候是我们做10多年了嘛，我就想到跟他说，不如我们尝试开店来做。我是怡保人嘛，我就讲我们搬回来怡保住吧，不用怕了，有心做一定可以的。早上6点，天色蒙蒙亮，供应商送来刚收成的芽菜，一天需要用上的芽菜有40公斤。芽菜其实是难度蛮高的，因为你要抓它的火候，你要抓它的芽菜新鲜，你慢1秒跟快1秒哦，上来的芽菜都不一样口感。这边比较肥啊，比较短啊。你火候要很烧去煮啊，看起来很简单，但是你要抓每一盘一模一样是不简单的。从2004年在马六甲开档口卖芽菜鸡到现在，夫妻俩已培养出分工准备食材的默契。太太负责较轻松的部分，粗活如处理鸡肉，则由先生操刀。我们的鸡来到就是要新鲜哦，不能进那个雪柜的，所以处理的方式你要很快，拔毛这些清理咯，里面的内脏啊，全部都要清理啊。你做白鸡，你一定要整只很完美的啊！我们讲淤青啊，就你全部都要不可以用的。我要的重量就是每一只平均都是会价钱比外面会高一点点的。一天大概我们的黄瓜要用45 kg， 大概要用2-3个小时的时间去处理它，去皮啊，去里面啊，去籽啊。单单一个姜蓉也要花上整3个小时，因为你要清理每一颗姜，你要洗刷，你要清理你还要切，还要打，也要用心去做。
吃到像家里的味道，像妈妈煮起来的那种感觉，你知道吗？那一刻你就知道啊，这个就对了。如果你问我最开心是什么，其实不是因为排队爆满而开心，就是你看到那个顾客，过后他还会倒回来找你，那一种顾客情啊，才是那种最开心的。灵秀的怡保山水在不经意间造就惊喜，犹如怡保的汤水和河粉，看似简单平淡，却特别有滋有味。这个由梁福元在怡保旧街场经营的档口，80年来以鸡丝河粉闻名新马。我今年80歲咯，我跟我爸做嘅。我同我爸做，我15歲跟我爸做嘅咯。係啊，我哋啲味道，我哋有放蝦落去烚啊，俾嗰啲湯啊靚啲，酸甜啲。哦，所以咁樣湯水啲河粉最緊要夠滑，好似最緊要薄，做得薄滑，索到啲湯水好入味啊，好好食㗎，好好味，好好食㗎，啊！ 71歲的吳林華長期為梁福元供應超薄河粉，兩老交情也非同一般。幾十年喎，幾多十年唔記得啦。我係攞有40-50年。嗰時冇個機器，一個大隻盤搖下搖下，一張蒸做咗之後一個鐵通碌到通捲翻上嚟，冇機器用手去做嘅。 嗰啲河粉啊，冇而家咁薄啊，厚啲啊，用係柴火去燒水，冇煤氣冇電。吳林華退休後，將生意交給了長子吳其能，也從手工製作河粉轉向現代化生產。 是我的叔公，他们是在50年代开始做的。80年代，我爸爸开始设工厂，我们是第一家就设立正规的工厂，然后做起来。在不同的米种跟品质下面，我们要做出的那个调整，那边才是真实的功夫所在。 产自马来西亚的米，当地的水源，吹蒸的火候是怡保河粉的美味方程式。比如说那个蒸炉的温度啊，蒸那个粿条的时间啊，是真的要去很注意。我父亲以前有亲身去过。 广州的河粉发源地叫沙河镇，粿条仍然是那种风格啊，比较实在。怡保人的嘴就是吃一个河粉，他们有诸多的要求，又要特别的滑呀，要特别的韧啊，长啊，要薄啊，要透明啊。 嘴刁咯，怡保人特別嘴刁咯，好識食啦，我就很會吃啦。其能工厂制作的河粉不仅销售全马來西亞，甚至有新加坡知名飲食集團到來採購。
挺多新加坡客人来到怡保来工厂买也有，或者去我的经销商那边买也有。很多是在客户那边吃到不错，然后他问起来就会直接打给我们。在怡保本地呢，我们的送货车队是直接送到客户的手上，就是小贩啊、粉档啊、餐馆啊。因为我爸爸把的工厂的名字叫做怡保沙河粉厂，我本身觉得做好这家公司是对怡保的一个光荣。你粉唔靚，我粉邊人冇人食啦，係咪？我粉又靚，我湯出夠夾得到落去，咁就好食噶嘛。少一樣啲唔得㗎。我哋有共同目標，為咗顧客至上。唔做價先打算啦。冇踩腳車啦。冇咯，10幾年、20年都冇踩開咯我。